现在是下午5点，你刚刚意识到那篇你一直拖着没有完成的报告明天必须提交。现在该开始努力工作了，于是你打开电脑又刷了刷手机。要不再补看几段你钟爱的 YouTube 视频？说实话，你也许应该先准备晚餐，你一向喜欢烹饪，但是有这项工作压在心上，你很难享受其中的乐趣。其实时候已经不早了，也许应该等到明天再说。这就是拖延症的自我循环。我保证咱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知拖延症于己无益，但是我们为何无法克服它呢？需要明确一点，推迟行动并不总是拖延症。有效的时间管理要求我们判断出哪些事是当务之急，哪些事可以稍后处理。如果我们承诺完成某项任务，也知道不完成任务会带来负面影响，但还是无缘无故地避开这项任务，此时的表现才是拖延症。去做那些明知于己无益的事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拖延症正是由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造成的。具体而言，是避开那些自认为具有威胁性的任务。你意识到自己需要动手写那份报告，而此时你大脑的反应就如同应对一个即将到来的威胁。大脑中有一组称为杏仁体的神经元，与情绪管理、识别威胁等功能相关联。杏仁体会释放多种荷尔蒙，其中包括了能够引发恐慌反应的肾上腺素。由压力引发的恐慌感覆盖了大脑前额皮层发出的脉冲，而这些脉冲通常有助于长期性思维，可以帮助人们控制调节情绪。在战斗、逃离、僵住这3种反应的焦灼中，以回避的方式来应对威胁，决定做一些压力较小的事情。这种应对方式看起来也许很极端，毕竟只是一个截稿期限，而非遭到熊的攻击。然而，我们最有可能拖延的工作正是那些引发负面情绪的工作，比如恐惧、无能、缺乏安全感等。研究显示，患有拖延症的大学生更易推迟完成那些给他们带来压力或者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然而，你越是拖延，你越会觉得这些任务难以完成。有一项实验，学生在1天中不断收到提醒他们学习的提示信息。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反应情况并不是很糟糕，但是他们一旦拖延起来，就会坚持认为学习这个念头让他们感到很有压力。因此，开始着手学习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拖延症是由负面情绪促成的，所以有些人就更易受其影响。对于那些在调节情绪方面有困难或者自我评价较低的人来说，不论他们有多么强的时间管理能力，都更易患上拖延症。然而，认为患有拖延症的人都很懒惰，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共识。懒惰在身体和大脑中呈现的特点是缺乏精力和总体懈怠。当你感到懒惰的时候，你可能会坐下来什么也不做，而不会分心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事实上，很多人做事拖拉是因为他们忧心过重。拖延症患者常常表示自己对失败感到极度恐慌，拖拉是因为害怕工作质量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高标准。不论拖延症的成因是什么，其结果往往都是一样的。经常拖延的人很可能会饱受焦虑、抑郁之苦，忍受持续不断的羞耻感，还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以及各种因压力而引起的身体不适。最糟糕的是，拖延症虽然会给我们造成长期伤害，但可以暂时减轻我们的压力。这就更加强化了身体在应对高压工作时的拖延反应。那么，我们该怎样摆脱拖延症的恶性循环呢？传统观念认为，患有拖延症的人需要培养自我控制能力，执行严格的时间管理计划。但如今，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会增添任务带来的不良情绪，从而使任务的威胁性显得更加强烈。为了能够绕过这种抗压反应，我们需要应对并减少这些负面情绪。这里有一些简单的策略，比如将任务化整为零，或者记录下焦虑的原因，然后着手解决那些深层顾虑，尽力消除身边容易引起冲动性拖延的各种干扰。
更有注意的方法是培养自悯心态，原谅自己，为下一次取得进步做出规划。那种将压力与拖延之间的循环关系固化的文化观念，会对所有人造成长远的伤害。TED-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通过向我们的 Patreon 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